在下徽州茶商古平原，不知道大奶奶怎么称呼啊？你这人忒也无礼，哪个是你奶奶？您落落大方，一身贵气，旁边还跟着公公，不是福晋，那就是格格，怎么样也是一个在齐的大奶奶。不知我这么说错了没有？聪明，那就请吧。哎，咱们的家伙事儿拿出来。我说二位，带这么多，工欲善其事，必先利其器。只是这里没有水和烧水的炭。不知这位公公在王府里可有相熟的人，帮我们借一借来可好啊？哎，别动！喂，小子，干什么？想干嘛？先跟大奶奶告罪了。想必大奶奶的手上和袖口上一定沾有一些胭脂水粉，就怕这些花香如果散在茶叶里，会影响了这茶叶的口感。你这人讲究倒多。好，我不动。等大奶奶真正品尝了我家的蓝雪茶，就会知道我所说的是对的了。这可都是好东西啊！咱们可远不如里面的六爷，他是万茶大会，咱们只喝一种。您喝的是魁首，六爷哪能跟您比呀？真是奇了。大奶奶，怎么样？每年安徽都有贡茶，怎么没有这等好茶？问一问，这样的好茶都给谁了？您问别人都没用，只有我家的茶园种出来的茶才有这般味道。为何呀？这些年两军交战，把我家的茶园一把火都给烧了。茶园里之前种的，那都是几十年的老茶树，是我们的命根子。可反而就是这样一把火，它改了地脉，变了土质，之后种出来的新茶便有这股淡淡的兰花香味。再加上我家请的炒茶的老师傅，他用的是一口上百年的大铁锅。这老师傅平日里舍不得用真茶叶来练手，用的都是松针。那久而久之，这松针的香味沁到了这口老铁锅里，便形成了如今蓝雪茶这股独特的味道。只是，可惜了。可惜什么？可惜，这万茶大会就是为了敛财。进个大门就需要3000两的门包，二门需要5000两，8000两银子才够进一次门。那想要夺得魁首，得花多少银子？这银子从哪里出呢？这些年一直打仗，茶农本就奄奄一息了，难道还要再将他们扒皮食肉吗？朝廷若真是有良心的话，应该借着这次万茶大会，给天下所有种茶的老百姓一条出路，也算是给江南万民一个善政。所以，我才说我可惜了。这话你可记下了，回去替我写出来，好让六爷知道。这啊，大奶奶，刚才小人说的那都是发牢骚的话，我一个平头老百姓说话当不得真的。
你看起来倒像个读书人，怎么不读书了？实不相瞒，你们是哪儿的？之前读过。国靖安排我们来侍奉啥事？惹了什么祸？宣华科场犯了朝廷忌讳。福晋差人过来送茶。老六媳妇儿送来的，莫不是老六知道我来了？那不能，咱们没跟六爷说，他上哪儿知道去？估计是福晋听说王爷有女客，派人过来伺候便是。你放心，给咱们开门送咱们进来的，都是我几个相熟的侍卫弟兄。六爷这么威风，咱们可不能扰了人家的兴。不过他的茶一口不喝，不是做客的规矩。不能喝。这茶怎的？忒也无礼，莫不是只能喝你家的茶？不是，这茶的香气和我家的有冲。我们回去吧。这桶茶送我了。哦，正是如此。怎么了，哥？不是，我只是觉得刚才送茶来的那个女人，好像我之前认识的一个朋友。谁啊？哎呀，我也不确定。总之就是她一靠近我吧，我心里就发慌。她是那种走到哪都要害人的人，所以我刚才拦着呢，没让人喝。一天到晚疯疯癫癫。咱回家。哎，收。老二，老二，是你吗？苏小姐。姓古的，你是我命里的克星吗？我怎么了？多管闲事，是嫌自己命太长了是吗？为什么要杀人？和你有什么关系？那是慈禧皇太后。她是我不共戴天的仇人，从阿玛死后，我一直在谋划，潜心积虑，步步为营，终于等来了机会，可以解我心头之恨。却被你搅了局。苏小姐，你先冷静。白天的时候我真的不知道发生了什么，你先把这个弩放下，我们好好谈谈。哥，你怎么了？哥，你怎么了？哥，爹，你也死了啊？你怎么睡意上了？不是，
现在是真的假的？我是不是在做梦啊？你就是睡衣裳了，快起来吧！别！你打回去！我打！你不会轻点啊？我还好是做梦。你什么你我他仨的呀？你给我跪下！有旨。皇太后懿旨：徽州茶农古平原所供蓝雪茶，香气正大典雅，其人亦深通文理，颇有可取之处。加叹之余，自贬以褒其心。皇太后的匾。怎么样？从昨天半夜，太岳宫门口全是挤兑的人，现在人都满了，他们死活不开门板，有不少人开始砸门，就是估计他们家和县太爷关系好，还不敢撞进去。我看再过一会儿就该大乱了。这样，你再花钱，再多花银子，派人掺和到队伍里，听听他们说什么。去。哎，回来！哎，现在太岳峰门口有咱们的人吗？有啊，我就是从那儿回来的。我走的时候，还有咱们5、6个人在那儿盯着，轮流回来汇报消息。行，你现在抓紧去告诉咱们自己的人，如果待会儿老百姓砸开门冲进去打人抢东西了，让他们一定要护住顾掌柜的。万万伤不得，那人是我兄弟，记下了啊。哦，别忘了啊！哎，少东家还真是念旧情啊。怎么，我护不得他？我是怕你护着他，他也未必领你的情啊。我能在这儿立足，靠他帮了我。请顾掌柜。请顾大人。诸位，久等了。
我太一峰既然入了老八家，就绝不可能有信用问题。大家同气连枝，互救互助。今日凡是来兑现银子的，我都给你们结算，绝对不会亏欠大家半分。开枪！天下有道千军，一血万两。做人应如同伴，外圆内方。一步烽烟，一条路，一生用脚步丈量。众生万象，粉墨登场。说到最后，总是传奇一桩。善意有道，我担当。日出东方。拿下去吧。这位管家，贵姓啊？小姓翟，是坟仓号管事的下人。大奶奶吩咐了，这些银子运过去，什么都不要问，一切听谷掌柜的调遣。翟管家辛苦了，这些红包你收着。谷掌柜，不用了，不用了。这些兄弟们也劳累了，给他们买杯酒喝。我要再推辞了。好。谷掌柜的赏下来了，给大家买酒喝。翟管家，把货物卸下来，车推到后院去。哎，好嘞，咱们做买卖了。卸银子了。车来了，是什么车？银车，满满的全是银子。我们跟过去看见了，一封一封的。我们数了一下，前面有6辆，后面还有一批。老八家的钱全拿出来了。外面等着取银子的人越来越少了。不是你们哑巴呀，张嘴说话呀！你告诉他们，如果今儿不取，说不定哪一天朝廷一道旨意下来，就把那银号封了。我们说了，没用啊。太玉房的钱啊，看这形势到底是有还是没有？下次还是去吧，别忘了一会儿没了。哎，瞧，那边好像又来马车。太玉房到底是欠了朝廷300万两，还是交了朝廷300万两？那些人看见银子就算是吃了定心丸了，他们怕把钱取出来损了他们的力气。你放屁！哎，你告诉他们，太平好3分的地比太玉峰高。那兄弟们就暴露了，你快去呀！这太玉峰把靳家跟孙家都结了盟了，这看起来吧，好像是有点样儿。从今天早起到现在，已经来了3趟营车了，弄不好咱们是白班虚惊了一场呀！哎呦，咱还是把钱都取出来，对，取出来踏实。哎，取钱的排好啊，在这排好。你把这张条子递到李家，这3万两就算入了他们的账了，省得你带着现银一路上担惊受怕，等过了城门还要被那些官兵们劫上一刀。若不能入账，我就在这里候着，你随时来砸我的店。这倒是省事儿了。好，我信你。请。哎呦，顾掌柜，我能开个条？顾掌柜，我要开条。你们都要开条啊？啊，是。行吧，想开条的来我这排队。好。你别愣着呀，拿点鲜货点心出来招呼大家。啊，好嘞。我就是纳闷啊，既然你那么不喜欢老爷用手段搞垮老八家，怎么又一个劲儿的想看着你兄弟倒台呢？我就不想看他赢。这次我们的钱算有着落了。到了，心里边。哎呀，多谢。承请，慢走。好。掌柜的，银车卸完了，通兑了多少？您看一下。啊，掌柜的，
您是只管对不管存呐。今天有好几个酒楼的大老板，还有开染房的，听说咱们这儿一张字条就可以入账，立马又存了几十万两银子进来。被挤兑了一天，账面上反而多出60几万两，真是奇才怪也。那这样，靳大奶奶拿来多少银子，你给她原数不动的装回去，连夜就拉回，带点糕点给伙计们路上吃。今天这场仗，咱们赢得漂亮。得嘞，嗯。赵东家，这看着也没什么生意了，咱上板吧。就是开门第1天，你跟我说没生意了，臭嘴！我臭嘴，我混账！尚东家您别生气，咱财源广进。滚！赶紧上板了，早点完蛋，我们好回京师。我爹他现在到哪儿了？大概出山西了吧？那您现在赶快写封信，派人快马追上，让他老人家也享受享受。这就叫以信用为本。人家这么说的，也这么做的，可不就做到了吗？要我看，我爹这笔账算错了。少爷，咱俩得想点办法呀。想什么办法？咱们这么挤兑都没弄死他，还能有什么办法？老虎打不死，等它咬人的时候，咱们谁也跑不了。您就稳稳当当坐着，我倒要看看这太平号的匾到底能挂几天。